这一讲我们留在元鼎6年，主题依然是开疆拓土。先秦灭南越，国土扩张，新置9郡，南部疆域直达中南半岛，然后平定西南夷，新置5郡。原先有名无实的前围郡也可以实施有效管理了。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这一年里闪电一般完成的。我们跟着《资治通鉴》逐年看过这段历史就很清楚，这看上去的一蹴而就，其实是很多年深耕细弄的结果。这还不算完，马上在西北方向又要有动作了。事情的起因是当年出使西域各国的使团陆续归国，诉说这些年自己在西域世界里的悲惨遭遇，又是挨饿又是挨打，就连本不该出现在西域的匈奴人也时不时现个身杀人越货。如果只是被匈奴人欺负倒也罢了，本来汉帝国和匈奴就是势不两立的关系，但是被楼兰、车师这些小小不言的西域邦国欺负，大汉帝国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呢？再说了，这些西域国家和匈奴不一样，尽是城邦国家，竟有固定的城镇，过的是安居生活，武备微不足道，只要汉帝国派兵过去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西域各国不但和汉帝国无冤无仇，还从汉室那里得到了很厚重的礼物，怎么收完礼还打送礼人呢？人家张骞当年通西域，身边只剩下一个随从，身边任何金银珠宝都没有的时候，尚且被各国热情款待，怎么画风突然就变了呢？转变当然是有原因的。所谓张骞凿空，如果站在汉帝国的立场，意味着发现了一片西部新大陆，而站在汉朝子民的立场，就意味着发现了一个充满着升官发财好机会的全新领域。当时的普通人生活的选择面很窄，种地赚不到钱，经商不但没有了空间，就算赚了钱，也难保哪天朝廷一道政令就把自己多年来的血汗钱合法抢了去。做官的话需要家底儿厚，交够了钱才能排得上队。现在有机会了，向朝廷上书，说说外国的奇闻异事，乱谈一下国际关系，自告奋勇出使西域，继承张骞的遗志，为皇帝借域外奇功。武帝的想法是，西域是远在天边的新世界，万里迢迢，危机四伏，普通人但凡生活还过得下去，就不会愿意揽这种差事。所以呢，只要有人请缨，那就来者不拒。使团成员一概不问出身，言下之意是奴隶也好，逃犯也罢，都无所谓，凑一拨人就往西域发一拨人。问题是每一支使团都不是空手出发的，朝廷要给他们大量的财物，这是搞外交该送的礼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一群一群的乌合之众，真有能力完成使命吗？他们随身带着这么多的金银财宝，去的是那样一片山高皇帝远的新世界，怎么避免他们中饱私囊呢？再者，甘愿冒这种风险的都是穷人，既要立功求富贵，又经不住随行财物的诱惑。看上去武帝面对的是一个很棘手的管理难题，但没有关系，武帝还是老办法，使功不如使过。等到使团回国之后，要寻他们的纰漏总是容易的，要么没能完成预定目标，要么查出中饱私囊的行径，给他们扣上很重的罪名，逼得他们不得不拿出拼命的劲头，再度出使，争取立功赎罪。这很像我们熟悉的韩信背水列阵的打法，指挥乌合之众，就必须把他们置诸死地，让他们拼命去。但是把兵法引入管理学，新问题马上来了。使团的业绩压力太大，确实很拼命，和西域各国打交道的时候，为了完成业绩，什么话都敢说。假如使团只有一支，事情倒还好办。问题是使团来的接二连三，那么在西域诸国看来，这些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，言谈举止一点没有大国使臣的样子，越看越讨厌。而且交道打了这么久，西域各国至少知道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汉帝国远在天边，就算翻了脸，也不大可能大军压境的。既然如此，何必还给汉使好脸色呢？双方越闹越僵，一直闹到了斗兵相见的程度。这下坏了，原本要建交，到头来反而结了一堆仇家，怎么办呢？那就打吧。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武帝派公孙贺和赵破奴各自统帅一支10000人以上的骑兵部队出塞几千里，战术目标是驱逐匈奴，不让他们再有机会劫掠汉室。但2路大军一去一回，没见到一个匈奴人。于是武帝将武威郡和酒泉郡的地盘拆分，设置了张掖郡和敦煌郡，发动移民工程，充实这河西4郡的人口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使者们不是一致建议攻打楼兰、车师那些小国吗？怎么武帝转而针对匈奴去了？而且河西4郡这就设置完成了吗？这要怪司马光没有交代清楚。但司马光啊，应该也很为难，因为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不同篇章里边记载有不少出入，很难弥合所有矛盾，把整件事情理顺。最直接的史料是《史记·大渊列传》，在这个版本里就没有公孙贺什么事了，只有赵破奴统帅数万大军开赴凶河水，准备迎战匈奴。这个凶河水到底在哪儿？有说在今天蒙古国的，有说在内蒙古的，那也有说在甘肃的，莫衷一是。总之，匈奴并不接战，直接跑了。吓退了匈奴人之后，等到第2年，赵破奴这才发动西征，攻打那些饱受汉使控诉的西域小国。整件事的逻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至于河西4郡的设置，司马光在《通鉴考异》里边罗列史料，指出矛盾，虽然择善而从，但话里话外多少有点含糊，拿不太准。这倒不能苛责司马光，实在是河西4郡的设置时间在史料当中太混乱了。这里还是重申一下孙文博先生的结论好了。河西4郡之首的酒泉郡设置在4年后的元鼎6年，下一个设置的不是武威郡，而是张掖郡，时间在太初3年，然后是敦煌郡，时间在后元元年，最后才是武威郡，时间在汉宣帝缔结3年。从酒泉郡到武威郡，时间跨度足有44年。开疆拓土的事情告一段落，卜氏又一次登场了。从齐国国相调任中央，任职御史大夫。卜氏这样的人，哪可能不讨皇帝的欢心呢？凡是有国家大事的时候，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，而且是孤零零一个人站出来，又是捐家产，又是请缨入伍，堪称感天动地。当然，别人肯定都恨死卜氏了。要不是因为他觉悟太高，也不至于把其他人都衬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让武帝在气急败坏之下好一顿收拾。卜氏这一次高升，不但从地方转任中央，而且位列3公，距离丞相就只有1步之遥了。那么卜氏到底是真的觉悟高，还是矫揉造作正表现呢？后人怎么说的都有。但以他在御史大夫任上的作为来看，他很可能真的就是觉悟高，是天赋异禀级别的觉悟高。不是一上任既然完全不顾武帝的好恶，直言不讳地批评朝廷的财政政策了，说自从搞了盐铁专卖，官营商品不但质次价高，还强买强卖，车船税来的更是雪上加霜，导致商人没有了积极性，物价呢也就高涨起来了。武帝大概万没有想到卜氏还有这一面，从此就不再喜欢他了。也不怪武帝变心，实在是卜氏这番话太戳武帝的心窝子了。以前高喊重农抑商，重本抑末，商人和商业简直就是万恶之源。社会上之所以有物价腾涌的现象，纯属商人囤积居奇、坐收暴利的结果。商人总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想尽办法降低质量，提高价格。既然看透了这个道理，那么打击商人，由朝廷接管商业，不就可以扭转局面吗？可结果呢？当事情真的走到了这一步，局面反而更糟。而且难堪的是，面对新形势下的物价飞涨，商品质次价高，再想抓商人当替罪羊，显然就不合适了。那么到底谁才是罪魁祸首呢？当然，武帝如果有机会对卜氏说心里话，应该会说，正是因为自己派桑弘羊死命敛财，这才可以开疆拓土。这不又是南越9郡又是西南1、5郡，又是河西4郡，又打通了西域新世界。老百姓就算一时过得拮据一点，
但收获的是长远利益呀。不然的话，朝廷一味无为而治，匈奴年年过来烧杀抢掠，又怎么说呢？当然，自己祭神求仙，在全国各地搞各种相关的工程项目，也需要天量的人力物力。但天下是我们刘家人打下来的，我们刘家人由拨乱反正，解民于倒悬之共，花点钱满足一点兴趣爱好，有什么不可以吗？但这样的话，在当时确实没法义正辞严地说出来，卜筮那些话才占据了道德制高点。武帝有再多的不服气，也只能憋在心里。幸好还有更大的事情需要武帝操心。我们下一讲再见。